Hello， 天秤座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這個影片呢，是要給天秤座的朋友們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哦。那我們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呢，沒有任何時間上面的限制，所以如果你剛好不是在我們這個首播的時候看到這一則影片的話呢，我會建議你以當下的月份為主，或者是前後推敲1個月時間，通通都可以哈。影片下方資訊欄有詳細的影片使用說明。那當然呢，我也相信什麼時候看見就是最適合你的時間點，你也可以不需要拘泥這些時間上面的問題，你可以去好好享受這個訊息當下要為你帶來的提醒就可以了哈。好，那我們一樣呢，按照老慣例呢，在12星座開場的同時，我們會給大家這個生活小貼士的參考哈。好，不好意思，我關個窗戶一下哈。因為我們隔壁的小朋友已經回來了哈，所以等一下收音可能會有很多小朋友嬉鬧的聲音哈，所以我為了這個品質，幫大家關一下窗戶。OK 哈，好，來，我們回到這個開場訊息哈，天秤座的朋友們 ，OK 好，來，首先呢，第一個我感覺到這個天秤座的朋友們，在這個月份的過程當中哈，我感覺你有非常多會有這種自己對自己這種比較嚴厲的批判，或者是苛刻，或者是精神內耗哈。這個部分呢，我覺得或許跟你在這個月會去經歷的一些事情可能會有關，可能你要求比較完美，對自己的這種標準可能比較高，所以這個月份呢，我覺得你的外在可能比較沒有什麼高壓的狀態哈，或者是外在的一些事件可能引發了你對自己高壓的狀態。這個部分呢，我會建議你要給自己適當的抒壓，好嗎 ？OK 好，那第二個部分呢，我感覺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看到一個那個大麥丁狗哈，很有趣哦，就是看到一隻狗狗哈，是一個大麥丁狗 ，OK， 有可能最近天秤座的朋友們，你有可能剛好就是你本身是有養這個大麥丁狗，或者是你剛好在看一些影片啦，或看一些影集啦，好，或者是剛好在一些什麼生活的這些可愛的小裝飾品啊，可能是大麥丁犬的這種形狀哈，或者是這種樣式 ，OK 哈。對，我不知道為什麼哈，這感覺是一個蠻小眾的一個訊息哈，因為我在詢問有沒有額外的補充訊息，他說沒有，就是大麥丁犬，非常有可能是非常小眾，歡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哈，最近到底是跟這個狗狗有什麼樣的關係跟姻緣 ？OK 好，那第三個呢，我感覺天秤座的朋友們，你最近要特別注意一下哈，你們有一些人我看到的是就是那種醬油哈，就是我看到好像是一鍋醬油在滷肉還是滷豆乾還是什麼等等之類的，有可能最近你特別喜歡吃滷味。也有可能最近你就是在自己家裡做菜，然後用了很多醬油，那我感覺那個味道是蠻鹹的，所以有可能是要提醒這個天秤座的朋友們，在這個口味上面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哈，比如說用那個比較含鈉量沒有那麼高的，或者是比如說沒有那麼鹹的哈，那種死鹹的醬油就可能盡量避免，好吧 ？OK 哈。好，那以上呢，這個對，然後我有感覺到哈，最近這個天秤座的朋友們，你可能會特別喜歡吃這種很清脆的水果啊，比如說像這個蘋果啦、蓮霧啦、芭樂啦等等之類的哈，我感覺也是你最近很喜歡吃這種口感的水果。OK 哈，好，那以上這個就是你的開場訊息，我們就準備進入到這次你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首先，這個月份你的挑戰是寶劍8，這3組能量牌卡分別是過去、現在、未來的能量場，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會迎來事件是錢幣8 ，OK 好，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麼樣的信息，希望透過傳訊者我來告訴天秤座的朋友們，好嗎？那請給我一點時間，讓我去感受你能量場上面的呈現跟細節哦，好，請稍後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收看我的影片。為了提供給大家更多豐富精彩的內容，在今年我成立了思維手術室社群，想要邀請你一起來靈活運用媽媽生給我們的大腦。那在社群裡，我將會帶領大家一起練習思維改寫，並且提升自我認知，讓你在面對生活當中的挑戰有更強大的底氣以及過人的應變能力。只要點擊影片下方的資訊欄，就會看到思維手術室的社群連結以及入群步驟的說明影片。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今天精彩的影片內容吧。OK， 好，行，我覺得我大概能知道為什麼你的開場訊息會第一個是跟有關於你自己可能比較內耗哈，或者是你對自己要求比較高的一個狀況。OK， 我等一下會來做一個解說。那如果你是新來到我的頻道的朋友們呢，跟你說明一下哈，如果你要來到我的頻道看我的影片的話呢，要請你麻煩靈活運用媽媽生給我們的大腦，跟我一起呢，盡可能把這個訊息為你帶來最大的效益化。因為呢，我們等一下在講解這個牌卡的過程當中哈，要麻煩請你自動帶入到你生活當中的交手的相關狀況、人事物、事件、夢想
場或目標，或者是創業，你的感情，或者是你的一些投資項目都可以哈。角色可以互換，時間跟性別沒有任何的限制。OK， 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在過去的能量場當中呢，你這邊抽到的是一個寶劍騎士、權杖一，跟這個是寶劍女王哈。我個人會感覺，你注意看到，這是兩隻寶劍，一個在左，一個在右，中間是一根權杖。然後呢，這個權杖在這個中間是有一隻蛇哈，好像是纏着這個權杖往上爬的。這個呢，就是會讓我有一種感受，就是說我感覺哈，某部分的這個天秤座的朋友們哈，你們來看這個影片的同時哈，我覺得你應該是在追求一個什麼東西。那這個東西呢，是讓你很有這個慾望，或者是這一個目標是很有吸引力的，或者是比如說這個獎金是很吸引人的哈，通通都可以哈。就是在這裡，我感覺有一個什麼樣的終點或目標是你想要去達成的。那這個東西呢，對你來講有點難以拒絕，或者是欲罷不能哈，或者像我剛剛講的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呢，你當然就是想要打蛇隨棍上嘛，是不是這樣說，對吧？你就是想說我一定要這樣，然後這樣做那樣做怎麼樣，然後就可以怎麼樣，好，比如說就得到這份工作，好，或者是比如說我就可以到達我想要的那個目標。所以呢，我覺得你的心裡原本的這個如意算盤是這麼打的。OK， 那左右兩邊呢，這個寶劍女王哈，比較有點像是說哈，當你在去觀察這個，比如說你要達成的目標，或者是你要做到的這個事情好了，我個人會感覺呢，你是的確對這件事情是有熱情的、有野心的，或者是真的很想去做到的。但是呢，你也其實有觀察到這個哈，你在對應的這個人數呢，它有一些蠻現實的條件哈，是有點像是對你來說是比較考驗的。比如說我這邊就簡單舉一個工作例子哈，比如說假設公司現在釋出了一個職位 ，OK 哈，然後呢，比如說除了內部我們可以晉升之外呢，他們可能也會從外部招聘一些人員嘛，是不是這樣說？所以呢，這個就有點像是說，我都在這個工作2-3年了，就算要這個位置要有一個新的人去做，也應該從內部升遷開始吧。所以這個打蛇隨棍上給我有一種感覺，就是說，應該是我應該理所當然，就是應該內部升遷先開始嘛，是不是這樣說？對吧？而且我了解工作的這個做事的風格跟文化，或者是公司的一些程序嘛，所以我應該是理所當然。應該可以做到這件事情跟這個目標。那這個寶劍女王的意思就是說，你對這個新釋放出來這個職位是很有興趣的，但是你也有看到一些真相哈。真相就是像我剛剛講的，不是只有考慮這個內部人員哦，我們可能也會外聘或者是找獵人頭公司找一些更厲害的人員進來跟我們互相血拼哈。所以呢，我感覺哈，你可以意識到說，這個好像是有一個競爭力存在，這個好像是有一個也不能說危機啊哈，就有一點點威脅感。好 ，OK 哈。所以呢，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會知道說，這個就算要拿下來，可能不太容易，但是你沒有要放棄的意思。所以在這裡呢，這個是一個寶劍騎士哈，這個寶劍騎士的意思就是說哈，這個會造成是你要去達成這個目標或拿下這個工作的時候，你內心會有一點點怎麼講？會有一點被分心或者是掙扎哈，因為你們在對應的事情不同，所以我盡可能用不同的形容詞哈。有可能是被分心，或者是掙扎，或者是你會有自我內外在的這種衝突，或者是你會感覺到這個情勢有點緊張。為什麼呢？這個寶劍騎士給我有一種感覺，就是說你會覺得說，憑什麼外人可以來搶這個飯碗哈？這個你就會因為這樣子分心了。好，那為什麼我會說他好像有一點緊繃哈？有這種衝突，就有點像說，不是只有你想坐這個位置啊，隔壁老王也想競爭這個位置，是不是這樣？對吧？所以你不僅有內憂跟外患之外呢，你還要這邊想，那我要怎麼樣能夠殺出這個重圍哈？那還有一個部分就是為什麼會說有內外在衝突哈？就是你可能進去之後發現說，這個職位真正要做下去很不容易呢，有很多要求，有很多條件，要準備很多東西，所以你自己可能也會覺得說，我真的有那麼好嗎？還是老王比較厲害，或者是他們搞不好找獵人頭公司找了一個更厲害的一個外來者，就在這邊憑空就當做一個空降部隊啦。OK 好，所以這個就是我要跟你形容的一個東西，就是說這個裡面有很多因素存在，我也會覺得說，這也是為什麼你在這個月對自己的這個要求特別高，內耗特別多的原因，就是在這。OK 好，可能沒有人要來攻打你但是你已經演出了一場戲所以呢，在這裡我就要稍微提醒一下天秤座的朋友們，你可能要稍微冷靜一下，好不好 ？OK 好，所以呢，來到這個現階段的能量場，你抽到的是聖杯國王，抽到的是愚人牌卡，抽到的是 Temperance。OK 好。我個人會感覺呢，這個跟你交手的人數，不好意思我瞧一下這個椅子因為坐太久了，屁股有點痛。OK， 好來，所以呢，來到這個現階段這個中間這個能量場的時候呢，這個聖杯國王給我有一種感受就是說，
你內心呢，對於這個你想要去追求的這個工作好了，我就持續延續用相同的例子哈，你想去追求這個工作哈，其實呢，你是怎麼講？你是有熱情的，你是有決心的。我在前面剛剛就有說了，但是呢，這邊有一個 temperance， 這個 temperance 象徵就是2個聖杯加1個聖杯，象徵的是聖杯3，意思就是說，這個可能在現階段能量場可能這個新的人選即將要公布了，哈，或者是即將要決定了 ，OK 哈。但是呢，這個愚人牌卡哈，給我有一種感受，就是說，這個聖杯3你在這個過程裡面哈，你會覺得說我無法怎麼講。我怎麼形容這個你的感受呢？有一點像說，我有一點無法拿捏或不知道這個結果，或者是有一點像是害怕知道這個答案。比如說，到底會不會是我 ？OK 哈，這個人到底會不會選我？公司到底會不會僱傭我？或者是這件事情到底會不會？比如說你去標案哈，真的剛好被我標下來 ，OK 哈，所以這些東西有點像是說，你有點不太知道說你到底該開心還是不該開心。原因是因為呢，這個聖杯3是被拆開的，就是說我很有熱情，但是我很緊張。我跟他告白，但是我又怕被拒絕。好，我想要得到這個目標，我想標到這個案，但是我又怕說我們自己的預算不夠。哈，所以這就有點像是說，在這個中間的過程當中拉扯，你想要，但是又很怕得不到。哈，所以在這個過程呢，這邊有一個挑戰牌卡，就是這個寶劍8。這個寶劍8就是像我剛剛講的，你好像想要，又很害怕得不到，所以你就困在中間，在那邊繞啊繞啊繞。哈，但是重點是呢，我要跟你講，為什麼我要特別提醒你放輕鬆一點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結果可能不是你能夠控制的。可是你已經在這邊哈，這個寶劍8有點像是你已經在這邊演了一趟瓊瑤，你懂我意思嗎 ？OK 哈，我覺得你應該是要把重心跟專注力放在你要做什麼，這樣就好了。所以來到未來這個能量場呢，你這邊有一個星星牌卡抽到一個權杖5，然後這邊還有抽到一個權杖2。那權杖5加權杖2象徵的是權杖7，權杖7加上這個星星牌卡哈，我個人會感覺來到未來這個能量場當中哈。應該是說呢，這個決定一直還沒有出來，但是你也知道，差不多大事要已定哈，或者是這個截止日要到了哈，或者是比如說是該去告白了哈，大概是這樣子哈，要生米快要煮成熟飯了哈，類似像這樣。所以來到這個療癒牌卡哈，這個星星牌卡，我不知道為什麼它給我有一種很療癒的感覺，就是說你呢在這裡呢依然是保持着希望，你希望這個新的開始是可以為你帶來人生的希望的。所以來到這個權杖7哈，這個權杖7有點像說你想要捍衛這個你想要得到的東西，或者是你想要達成的這個目標。可是呢，我個人會感覺哈，這邊呢，我覺得就算到月底哈，這個能量場呢還沒有到那麼的明顯，就是說這個結果還沒有那麼的明顯，可能會有一點點說，我們目前已經篩選到剩下3位候選人哦，或者比如說你去跟他告白，他說那你給我3天時間想想哈，或者是你去標案哈，他們已經比如說在第一波已經刪掉幾個人啊，剩下你們3個人可能做最終的決定哦哈，類似像這樣，我覺得比較有點像是一個階段性，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邊有一個階段性的一個感覺。所以呢，在這裡呢，我覺得在跟你交手這個你對應的這個人事物哈，比較有點像是傾向於他們在考量的是潛力，在考量的是他們可能有其他的額外的這個計劃的這些因素要涵蓋在裡面。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他們可能是真正在找一個能夠跟他們匹配的這個人事物，就是你找對方，對方也要找你嘛，是不是這樣說，對吧？所以在未來你目前看不到可能會迎來事件是錢幣8，錢幣8呢這張牌卡呢，我倒是覺得說哈，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一直很想要幫你讀看看這個結果到底會如何，但是我一直被那個牆擋住哈。這個錢幣8，我個人會感覺比較有點像是在傾向於告訴天秤座的朋友們哈，這個如果按照我剛剛講的這個工作哈去申請的過程當中哈，你可能的確是不能鬆懈，但是你不要內耗。OK， 什麼叫不能鬆懈？但是就是要不能鬆懈，但是也不要內耗的原因就是說，你該做到的你要做，該打聽的你要打聽，該準備的你要準備。你懂我意思嗎？所以你沒有辦法控制這個結果，但是你不要內耗 ，OK？ 這就是為什麼我剛剛走到這裡的時候，我感覺你的能量場就是你該做什麼就做什麼好了 ，OK？ 如果這個結果不是掌握在你手上的話，你在那邊窮擔心也沒有用，我的感覺是這樣，所以這個有點像是說我感覺要再往後走一點，這個答案才會出來，所以在這裡你必須要有一個足夠的續航力。OK， 好，持續的去做或追求這一個目標。OK， 好，來，接下來我們來用宇宙驗證牌卡來驗證一下剛剛我要跟這個天秤座的朋友們所說的這個能量場上面的內容。那等一下呢，我們會再抽一張這個天使跟宇宙要給你的額外補充訊息，好嗎 ？OK， 好。這麼說是這一張，不是這一張。OK，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首先，在過去的能量場當中，你抽到的是女祭司。OK， 好，這個女祭司很簡單，你知道為什麼嗎？女祭司象徵就是她要把這個序幕揭開。好，意思就是說這場戲好戲還沒上演，我們只是揭開序幕，就是說我們公告天下我們這邊有缺一個職位我們可能會傾向於內部升遷，但是我們可能也會從外部進行一個招聘。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這只是一個公開的一個狀態，就像這個女生是一個單身，你可能要去追求她。
好，那他最近呢，可能就是開始很熱絡跟幾個人約會，但是他已經感覺說他好像有瞄定幾個目標，可能要接受哪幾個男生告白，類似像這樣 ，OK 哈。所以呢，我覺得這個就在過去能量場當中，就是在一個初期準備的一個前置階段。那來到這邊呢，這是有一個聖杯2的、啊，這個聖杯2就像我剛剛跟你講的哈，這兩個聖杯加這個聖杯象徵的是聖杯3，那聖杯3加上這個聖杯2象徵的就是聖杯5，意思就是說你很害怕這個倒下的3個聖杯，就是說啊，會不會結果不理想？會不會他們根本不想錄用我？會不會他們根本就覺得說我根本就不適合這個職位 ？OK， 這個就是這個聖杯為什麼要出現在這裡，就是你很渴望被選擇，但是你又很害怕不被選擇，所以這樣你懂了嗎 ？OK 哈，所以來到這邊呢，這個挑戰牌卡這邊是一個權杖國王，這個權杖國王為什麼要跟你驗證這個寶劍8？意思就是說哈。你這個棒子啊，自己要抓緊，要扶好啊。好 ，OK， 你懂我意思啊？就是說你要撐好這個結局哈，還沒有定哈，這個還沒有大勢已定之前，你不要自己慌亂了自己的陣腳。OK， 所以權杖國王的意思就是說，你要瞄準這個方向，你要維持這樣子的動力跟這樣的行動力。OK 哈，然後呢，來到未來這個能量場，這個是一個權杖5哈，來權杖5加上權杖5，象徵的就是權杖10，權杖10還沒有走到權杖1，所以剛剛為什麼我敢跟你說這個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結果的原因是在這，因為權杖5加權杖5象徵的就是說，我剛剛是不是有講這邊在跟你對應的那個人事物哈，他有他自己的考量，他也會做一個選擇，他也會想說你是不是一個能夠匹配的對象嘛，是不是這樣說？那兩個權杖5同時出來的意思就是說，他們在衡量你是不是能夠負起這個責任，我是不是也能夠承擔你那邊來的責任，對吧？就有點像說你晉升這個職位，公司有沒有覺得說你是這個很好的人啊？因為他們也要承擔你以後可能坐上這個職位，你可能會出錯啊，你可能要學習啊等等之類的。那所以他們也會去選擇，他們要不要去負擔起你這個人選可能會引發的結果。所以你也會去想，他們也會去想，原因就是在這，這就是為什麼權杖5跟權杖5會同時出現，因為下一步才是權杖1。這樣你們能夠理解為什麼我會跟你講說你這個續航力很重要，你這個錢幣8象徵的就是你要持續的往前走。OK 哈，好，來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天使跟宇宙還有什麼額外的補充訊息好嗎 ？OK 哈，好，來這邊呢就是告訴你 God is in charge。See， 我跟你講哈，我從頭到尾剛剛都跟你講，這不是你能夠決定的。對吧？非常感謝宇宙來幫我驗證這個牌卡。為什麼我會跟你講這張牌卡就是在驗證我剛剛告訴你的，這不是你能夠控制的。OK 哈，世界上就是分幾種事，一種你能控制，跟另外一種你不能控制。那你偏偏為什麼要去控制那個你不能控制的啊？那不就是自找麻煩嗎？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一開場覺得說你好像在進行一個精神內耗。所以這張牌卡其實要提醒天秤座的朋友們哈，有些時候哈，我們就是要什麼講？那叫什麼？安人那什麼盡人事聽天命 ，OK 哈，對，所以呢，他沒有跟你講哈，你這個月份的能量場真的就是有點像是盡人事聽天命，這樣就好了 ，OK， 你不要額外去自己造成自己的負擔，造成自己的壓力，然後搞得自己身心俱疲，我覺得沒有必要，好吧？這件事情不是像天方夜譚，也不是什麼很複雜的事情，它是一個你努力可能不一定會有結果，但是你沒有努力一定不會有結果的一件事。好吧 ，OK 好，那以上這個就是要給天秤座的朋友們這一次的月運勢能量牌卡解讀。那我希望其中1-2句話能夠幫助到你，也希望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好嗎 ？OK 好的，祝福天秤座的朋友們在這一個月份能夠神清氣爽不要這樣子給自己太大的壓力，好嗎？記得要紓壓 ，OK 祝福你哦，天秤座的朋友們，非常感謝你來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會喜歡。那我們就下個月再見嘍，拜拜。